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003舰下水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西装已经基本完成，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大家好，我是曹伟东。003舰的下水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兴奋，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很多这个网友朋友啊，就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以前呢，这个航母下水以后，或者大型的水面舰艇下水以后呢，都有一个就是西装的环境，因为下水嘛，你这个舰艇并没有离开就是上大海去，还没有离开码头，还在码头旁边，就是有一个西装的过程。那现在呢，这个003舰，也就福建舰呢，下水以后，它后面呢，接着就要细泊试验和海上的试验。那这个西装的过程怎么就没有了呢？所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艘大的舰艇啊，无论是航母还是两栖攻击舰，还是这个驱逐舰，它从就是开工啊，实际上我们讲叫切钢啊，就算开工了。为什么呢？因为航空母舰它非常大，它的钢板也很特殊，也很厚。那么航母的一块钢板呢，有的时候就重达10几吨重啊，一块钢板就10几吨重，然后一块块的拼接起来。所以航母的建造它一定是在干船坞里建造的，不是在水里建造的。所以呢，这叫切钢，这是开工了。那么要把这么大的一块块的钢板，把它焊接成一个舰艇啊。我们看航空母舰也好，或者是这个驱逐舰也好，它是个舰艇，是个船的形状，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有了先进的工艺，可以进行这种模块式的组装，也就是把一艘航空母舰，或者是一艘这个两栖攻击舰分成3段、4段来建造，然后呢，在几个地方同时建造。那么这个3段或4段建造好以后呢，把它合拢，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但是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在干船坞里把这几段合拢，你才能造成一个航空母舰的舰型。这个舰型造好以后，就可以下水了。下水以后呢，就要西装。为什么要下水呢？因为你原来在这个干船坞里，它是有支架的就是有很多的架子把它支着的，支撑着的。如果你往里边装很多的设备的时候呢，它的舰体可能就因为在支架上某个部位受力太大，它就会使这个舰壳变形。所以呢，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要进行下水，然后西装。那现在为什么就没有西装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建造003航母的这个干船坞非常大，几百米长，还有上百米宽。那么它虽然在最初建造的时候是在这个架子上的，或者船，就是我们讲这个船的这个拖起来它这个船架上的这个建造的，但是这个池子里边也就是干船坞里是可以注水的呀。它建好船型以后，实际上就往里面注水了它没有下到海里边去，而是在这个像游泳池里一样这个船坞里边。不信你看那个就是外国卫星拍的那个照片它还没有舰岛的时候，池子里面已经注上水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它的这个重力呢已经分散开了，不仅仅是在船架子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进行西装了，就是往这个舰艇里边铺设这些装备，比如说锅炉还有这些这个燃气轮机还有其他的这些设备就可以往里面装了。然后呢，再接着上面舰岛这部分都可以装，因为它吃力呢已经不是在船架子上了，所以呢，应该说西装的过程已经在它实际的就下水仪式之前就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003舰下水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西装已经基本完成，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完成了。那既然它的西装完成了，就是它的各种装备管线已经铺设好了，包括我们已经看到它的这个舰岛部分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相控阵雷达还有当然弹射系统都是遮蔽起来的包括它的速射炮还有进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呢，都已经装上了，说明它的西装大部分完成了。就即使还有一些少量的工作，那也是很快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它就基本上省略了西装的过程。但是我们讲，从建造航母的过程，西装是不能省略的，只不过它在这个船坞里边时候已经完成了，也就是下水仪式以前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西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细泊试验。所以有的人呢
就给我提了个问题，说你有的时候念细薄试验，有的时候念季薄试验，到底是念细薄试验还是季薄试验？实际上呢，只有2个意思啊。所谓细薄试验，就是这个船呐或者舰呐下水以后，它并没有离开码头，它是靠这个缆绳啊，然后呢系在这个系缆墩上，或者是这个就是系缆柱上啊，然后不让它随风啊，或者是随着波浪飘走，哎，所以把它系在这块儿。系在这块儿之后干什么呢？进行相关的试验。这些试验呢，主要是进行对它的这个主机、辅机、还有锚机、还有舵机、还有锅炉进行测试，因为你要检验这些供电呐、供动力啊，到底能不能通，能不能行？所以呢，这叫季薄试验。那你为什么有时候念细，有的时候念季呢？因为在我们的汉字里，这是一个双音字，对吧？那你说这个细字儿是当什么讲呢？我们讲它细的时候呢，往往是接一个，应该说，比如说心系祖国啊，心系天下啊，它有些就是联系的是个抽象的名词，不是一个具体的动作。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但实际上呢，我们说系鞋带的时候，就是你打个结或者把系上围裙的时候，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动词的时候，它是念系。所以我在给有些这个网友朋友介绍情况的时候呢，我用这个系字儿啊，季薄试验就更形象，或者是更能说的更准确一点，因为它是靠缆绳啊，这艘舰靠缆绳系在码头上。然后呢，不让它走来进行试验，所以可以说季薄试验。当然，你说这个字典里边它写的是细细缆柱，细薄。那我们要在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标准念的时候，你就要念细薄试验。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在这个正式的场合就念细薄试验，而在解读的时候就念季薄试验啊，因为它是系在这个码头的那个系缆柱上，然后进行试验。那么进行完季薄试验以后呢，就是你只在码头上进行了试验，这不行，因为你不能全动力的来进行测试。你比如说这个舰，它要在出海的，它要测试它的速度。你在码头上，你动力再大，你不知道它能跑多快，所以你的速度是测不出来的。还一个转弯半径啊，你不到海上去转一圈，你怎么知道它的转弯半径是多少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侧斜啊，就是它在倾斜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少度？还有一个就是在海上的这个实际的时候，它能抗多大的风浪啊？这些都是你要在后面的海试当中测试的，包括它的武器装备行不行，它的雷达通信设施行不行，这都要通过海试。所以我们讲，既然这个西装已经完成了，那么下一步就是细薄试验。细薄试验，如果说你的这些动力设施都能够达到标准，那能够达到要求，那就可能就要进行出海相应的试验。那起码可以说，就可以大大的缩短它服役的时间，也就是从它这个海试如果合适之后呢，就可以提早的交给人民海军了。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